多尔衮，你一定要挺住，一定要熬过今天晚上。无论怎样的心痛，无论怎样的屈辱，你一定要忍住。我没有办法分担你的苦，所以你一定要坚强，隐忍。多多，这是我从宫里带出来的。我让御膳房的大厨做了你最爱吃的点心。我怕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给你送点心了。多多，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咱们俩一起去御膳房偷点心，那时候御膳房还没有人值守，门口拴了一条大狼狗。有一回咱们俩偷偷地溜进去，狼狗挣脱了铁链，我们俩就再也没敢出来，躲在黑漆漆的屋子里面。第二天一早醒来，发现你躲在桌子下面睡着了。那时候我看到你脸上、鼻子上沾了一层甜浆，爬了密密麻麻的一层蚂蚁。你说那时候我们有多开心，无忧无虑的。要是时间能倒回去，那就好了。曼玉，我该走了。多多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我害怕。不行，曼玉，你不要哭了，好吗？我哥会对你好的。多多，你不要走，你留下来陪陪我好吗？这不行，曼玉，这不行！你现在是我哥的福晋，就是我的嫂嫂，你明白吗？我们不能做对不起我哥的事，我不能伤害他，我更不能侮辱他。可是我只爱你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够了，曼玉！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你！多多。多多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我害怕，多多。多多，14叔，我走了，
我只有用这样一种方式，才能守护我心中的爱情，也才能不伤你们兄弟的尊严和情谊。请别为我难过，我走得很平静，很安宁。多多，我爱过你，用了一辈子的力气，我不后悔。如果还有下辈子，我一定还要在5岁那年认识你，但一定要在豆蔻年华嫁给你，不要做老姑娘了。14叔，请您以后费心多照顾多多。战场上他刚毅勇猛，可生活中他依旧单纯，像个孩子。曼玉，我知道你累了，你已经受够了。这些年来，你一直委曲求全，为了我。我虽然身为玉亲王，贵为皇族，我却不能说我想说的话，做我想做的事，而且还害了你，害了你。朕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。你要多保重。你还我女儿！你还我女儿！你还我女儿！还我女儿啊！格格，不是您的错，这跟您没关系。不，是我害了曼玉，是我害死了她。怎么会是您呢？这跟您有什么关系啊？是我把曼玉推到火坑里的，是我把她逼到了绝境。不是您，格格，是皇上，是皇上逼他们的。格格，你要振作，您千万不能倒下。要不是我劝多尔衮娶她，曼玉就不会死。苏沫儿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可是如果14爷不娶满玉格格，那皇上会答应吗？那15爷会出来吗？您就不想想另一面，另一种结局更可怕呀。格格，你要振作，千万不能倒下。现在比任何时候都不能倒下。皇上本来只是想笼络14爷，可是现在满玉格格死了，双方就会有对立情绪。只有您，
只有您夹在皇上和14爷中间，也只有您才能制衡14王爷。苏沫儿，你说的对，我现在没有时间悲伤，更没有时间自怨自艾。哪怕心再痛，哪怕再后悔，也都没有用。黑云压城，山雨欲来，我已经感觉到了。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皇上真的把多尔衮逼急了。亲王觐见。臣弟参见皇上。免礼。皇上召我，不知何事。14弟，曼玉那孩子不懂事，新婚之夜闹出这样的事来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朕的本意呢，是想加冕你，鼓励你。你为大清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朕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方法来褒奖重赏你。皇上的厚爱，臣弟明白。好。14弟，你还记得在西郊凤仪亭，你把这传国玉玺交给朕的时候，跟八旗子弟是怎么高呼的？皇上是当今天下的皇脉正统，皇上一定会带领我们逐鹿中原，一统天下。好个逐鹿中原！现在我们就该大举南下，正是逐鹿中原的时候。朕要你围剿锦州。锦州是紧邻防线上最坚固的堡垒，也是明朝安插在辽西战线上最难拔的一颗狼牙。几十年来，我们大清跟明朝交战无数，攻城无数，但从来都没有打下过锦州。要打通去往关内的交通要道，就一定要撕掉锦宁防线，而首要的就是要拿下锦州。锦州城现在有祖大寿把守，上次大凌河一战，您放了祖大寿，结果他恩将仇报，溜走了之后，跑回了锦州城组织防御，抗击我大清。14弟，忘恩负义的人多了，不止他一个。朕不能每一次都怒发冲冠，都赶尽杀绝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天下还有什么人能为朕所用呢？14弟，你说朕说的对吗？皇上的宽宏大度，
天下少有。没有胸怀，怎么收治天下？怎么成就霸业？一个有出息的帝王，必定是什么事都了然于胸，也必定什么事都控于股掌，对敌人对朋友都恩威并施。十四弟，朕告诉你，这个世上没有永恒的敌人，也没有永恒的朋友。今日是敌的，明日可能是友；而今日是友的，明日也会反目成仇啊！多尔衮领取教诲。你去好好准备吧，朕会再从科尔沁调一匹最好的战马过来。臣弟告退。哥哥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。还没事？都烧成这个样子了。别哭了，苏沫儿。皇后娘娘带着九阿哥去清河了，小顺子请不来太医，我又出不去。哥哥，你要快点好起来，快点好起来呀！苏沫儿，别担心了，这阵子累着你了。皇上要把您关到什么时候？看着您难受，我心里好难过。这都是我命里该受的。苏沫儿，别难过啊！苏沫儿，你说我还能见到九阿哥吗？当然了，您是九阿哥的额娘，当然能见到他了。我又梦见他了。是吗？那他长什么样？是不是乌黑的大眼睛啊？黑黑的眼睛，圆圆的额头，翘翘的鼻梁。那九阿哥会说话了吗？他会叫额娘了吗？还不会，九阿哥还不到1岁呢。对不起，哥哥，我又说错话了。苏沫儿，我累了，让我睡一会儿吧。睡着了就不觉得痛了。做梦真好啊，在梦里我能梦见我想见的人，他们也能看见我。苏沫儿，你看见我做梦的时候笑了吗？一定是笑了，对不对？皇上，皇上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八阿哥他……八阿哥怎么了？八阿哥今早开始发高烧，现在情况不妙啊！为什么不早点禀报？珍妃娘娘怕您担心，又怕耽误您的国事，皇儿您要不去看看吧？皇上，兰儿，皇上，八阿哥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太医呢？太医人呢？皇上，八阿哥要是有什么3长两短，我怎么办呀？八阿哥到底怎么了？太医怎么说的？太医说是出痘。出痘？皇上，你快想办法救救八阿哥吧！快想办法救救他！先别慌，别慌。皇上，你跟他去哪儿了？八阿哥都病了，你还敢走开？臣刚才给八阿哥抓药去了。你给朕听着，要不惜一切代价治好八阿哥，要是治不好的话，朕拿你脑袋试问。这微臣明白。求观音菩萨显灵，保佑八阿哥早日康复。皇上吉祥。
皇上，您也磕个头吧。求观音菩萨保佑我们的儿子，保佑八阿哥逃过此劫，只要康复。从今往后，我愿意天天吃斋念佛，供养您。皇上，皇上，我真的好害怕。皇上，我真的好怕。皇上，求你放了玉儿吧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惦记着他？不是的，皇上，昨天晚上我梦到欧乌格了，在梦里他冲我发火，说我是科尔沁的祸害。他说他知道玉儿的遭遇了，可是您是真龙天子，他不敢对您怎样。我想，他肯定是把怒火全都发到八阿哥身上了。好了好了啊，只是一个梦，别想那么多。皇上，我求您了，为了八阿哥，让玉儿回永福宫吧。好吧，朕答应你。多谢皇上。起来。哥哥，怎么，你不认识自己的家了？家？我有家吗？好了，哥哥，您就别多想了。今儿个可是个大喜的日子，你应该高兴才是。高兴？八阿哥还在病中，你让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啊？倒也是，皇上说了，要是八阿哥好不起来，你还得回冷宫去。皇上也真是的，这不是咒八阿哥的吗？苏沫儿，不能乱说话。好，我不说了。但愿八阿哥吉祥，你也就能从此云开雾散了。苏沫儿，你明日陪我去大法寺，我要替八阿哥祈福。哥哥，您可真有心，这一出来就惦记着八阿哥，您怎么不惦记自己的儿子啊？我能不惦记吗？只是皇上只说了让我回到这永福宫，又没说让九阿哥回到我身边。还好，九阿哥有皇后娘娘亲自照顾。这要是在静思宫啊，恐怕就……姑姑，额吉，玉儿，你看谁来了？九阿哥，我的孩子。我听说你已经回到永福宫，就把九阿哥带过来给你看看。九阿哥，我的孩子，额娘对不起你。你稍微轻一点，不要吓着孩子了。皇后，您可比玉儿还紧张呢。当然了，她也是我的心头肉啊。我去沏茶，云哥，走吧。真可爱。玉儿，你这一次能回到永福宫，多亏了海兰珠。我们之前错怪她了。皇后，您可不要被她蒙骗了，还不是她亏心事情做多了，害得自己的儿子得了病。我听说呀，她是为了给自己儿子祈福，才让玉儿暂时回来的。要不然，怎么不让九阿哥回到玉儿的身边呢？可是我这个皇后的话，也没有海兰珠的话管用啊。姑姑，额吉，你们多虑了。我觉得海兰珠是不会害我的，反而是我们以前错怪了她。
玉儿，不是额吉说你人善被人欺，你呀，今后要注意点啊！只要我经常能见到九阿哥，那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了。九阿哥，哎，宝贝儿，俺家想死你了。皇上也真是的，1个月才让你见一次九阿哥呢。我可怜的孩子。皇上，谢谢您赦免了玉儿，您的8阿哥会得到福报的。皇太极，好久不见，哟，你活得还挺扎实的嘛你啊！阿敏，你都死了这么多年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死了吗？啊，我死了吗？阿敏，你要敢动8阿哥一根汗毛，朕灭你全家！皇太极，你的8阿哥会死，你也会死，你会死在一个小孩子手里，你会死在一个小孩子手里！来人，来人！皇上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朕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你要乌阁了，后来又梦到阿敏和莽古尔泰。皇上，别想了，一个梦而已。朕很多年都没有梦到阿敏跟莽古尔泰了，难道真有什么事情要发生？啊！你先睡，朕去就来。皇上，范先生，不必多礼，坐。谢皇上。这么晚还要你入宫，实在过意不去。皇上言重了，臣想皇上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大事了。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却是难事。哦，朕呢，做了一个噩梦。噩梦？一个匪夷所思的噩梦。愿闻其详。朕梦见阿敏跟莽古尔泰威胁朕，说了不利于8阿哥的话，还说朕会丧命在一个小孩子手里。一个孩子？这个梦的确很奇怪。是，朕在想，这个孩子会不会是9阿哥？皇上，朕也明白，不能仅凭一个梦就怀疑自己的皇子。可现在后宫里的孩子，最有可能记恨朕的，就是9阿哥了。皇上，人之梦千奇百怪，不可全信。但皇上的龙体关系到国家的安危，不可忽视啊。依臣愚见，也许这个孩子，他不是宫里的。不是宫里的。据臣所知，阿敏有个孙子，今年9岁。果真如此。皇上仁厚，当年阿敏服罪，并未株连9族。这些年他们倒也规规矩矩的，原本不足为虑。可既然皇上梦到了阿敏，看来只好……宁可错杀，也要保8阿哥无事，保朕的江山平安。好，但愿如此。阿敏，为了庄妃，对不住你了。
格格，这是什么书啊？您怎么念了又念，抄了又抄，一遍又一遍的？这叫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是佛经。听说当年英明海也信佛，而且还在圣经建了好多寺庙呢。这个波什么经很神奇吗？可神奇了。听说这部经是唐代的高僧玄奘特意从西天不远万里取回来的。听说玄奘法师在西天取经的途中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念上这7749遍，都能化险为夷。是吗？这么神奇啊！哥哥，那您也教我念吧。我念上7749遍，九阿哥就能回到您的身边了。你呀，这么急功近利的，菩萨是不会让你如愿的。啊，不行啊。那算了，我不念了，免得得罪菩萨。这念经抄经啊，在于发心，心诚则灵。我相信菩萨他一定会感应到的，一定会保佑咱们九阿哥平安健康。哥哥，您想九阿哥了吧？对了，苏沫儿，你明天陪我去趟大法寺吧，我要替八阿哥还有九阿哥祈福。哦。皇上，您看，八阿哥好多了。真是太好了，八阿哥好起来了。好了。好了。皇上，阿敏的孙子昨日已除。看来范先生所言不虚啊。范先生。啊，你就别问了。男儿，你知不知道，朕为了你跟八阿哥，宁可朕负天下人，不可以有人负朕。兰儿不明白。你无需明白，你只要知道，朕对你这番心意就好了。皇上，你看看，八阿哥。多多，我走之后，你行事一定要谨慎，切记要忍。要学会保护自己，知道吗？我会的，哥，放心，你也多保重。十四叔，这儿离锦州城还有10多里路呢。我在想，如果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拿下锦州，那不是比动用千军万马厮杀更好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皇上这些年对祖大寿那也是没少下功夫，几次派密使前来劝降都不成。依我看，皇上这次实在是没耐心了，才派您攻打锦州啊。这是皇上托付给我的信。寿托，你派人送到锦州城，交给祖大寿。正。祖大寿这个人阴险狡诈，你可千万要小心行事。您放心吧，十四叔，我以后的理想就是要像您一样，做一个有勇有谋的统帅。要做一个优秀的统帅，必须有勇有谋，才能带领他的将士们以最低的伤亡获取最大的胜利。十四叔，谢谢您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
传我的令，安营扎寨。周。自大凌河一别数年，相信大人还记得当年的约定。这些年，大人虽屡次率部队与我军发生冲突，但朕知道你是在执行命令，尽自己的职责，朕不会放在心上的。朕派多尔衮兵临城下，也是迫不得已。只要大人您想让我交出锦州城，绝不可能。可是公子还在皇太极手上，万一双方兵戎相见，公子会不会被……那也只能怪我儿命该如此了。任他再凶，也休想过我锦州防线。此乃皇上血诏，皇上不记我大凌河诈降之过，反而将锦州交给我守，我怎能背弃大明，放弃锦州？这次，哪怕我剩最后一口气，我也要抵抗到底。杀呀！天神保佑多尔衮平安回来，请天神保佑多尔衮平安回来。这个祖大寿，多铎请战！皇上，请允多铎率镶白旗开赴锦州，协助睿亲王，共同作战。皇上，祖大寿据锦州之嫌，修缮经营多年，锦州城固若金汤，易守难攻。睿亲王没有完成进攻，也在情理之中。睿亲王不是号称战神吗？没有他打不胜的仗，也没有他攻不破的城池。怎么，这回怎么会败给祖大寿了呢？真是可笑啊！豪格，这祖大寿乃是关宁军要将，是袁崇焕一手调教出来的。论才智，论计谋，和袁崇焕不相伯仲。再说胜败乃兵家常事，睿亲王这次没有拿下锦州，也是合情合理。臣以为，要想取锦州，必须双管齐下。什么双管齐下？睿亲王和裕亲王在前线拼杀，跟祖大寿正面交锋。臣以为，后方应该实施一些意外手段，让祖大寿的军心大乱。你的意思是，杀了祖可法？祖大寿的儿子不是还在我们的手上吗？皇上恩待他这么多年，不就是想招降他的老子吗？既然祖大寿听不进劝，留着他也没什么用，索性把他杀了，让他老子醒醒脑。朕若杀了祖克法，那朕不就是背信弃义了？祖大寿就更不会降了。朕要这个人，就算他是再硬的石头，朕就不相信朕容不化他。传朕的旨意，不打了，让睿亲王在外围死困锦州，学大凌河之战，困死锦州。裕亲王，朕命你攻打嵩山，打不下来就给朕死守，配合睿亲王切断小凌河南翼。朕会派郑亲王去扫平以北的所有明军，步步紧逼，将朕大清的版图扩充到小凌河以南。这，武英君王，你率军避开景宁防线，直奔蓟本，从毒石口方向找缺口，杀入关内，直捣京畿。有睿亲王和裕亲王为你牵制嵩山和锦州，朕相信山海关不敢轻举妄动，就不会出现当年袁崇焕疾驰救驾的情况。
阿基哥领命。但你记住了，现在还没有到改换龙庭的时候，不要杀到北京城内。你呢，只要可以撼动民心军心，消耗明军实力为目的，在周边打一打就好了。扯扯龙筋，顺便打上几拳，让崇祯和他那些臣子们心惊肉跳一阵子。这。十四叔，怎么样？粮草到了吗？还没有。军中的粮草还能支撑几天？最多也就7天吧。十四叔，这盛京离锦州的路程太过遥远，粮草运输是个大问题。这个祖大寿还是宁死不降，锦州城也不知道要围到什么时候。等拿下整个济宁防线，还需要更长的时间。我们既然已经拿下了小凌河，为应付将来庞大的军需，应该立即组织开展屯田耕作，以解决大军在外、粮草接济不暇的困难。十四叔，您说的有理啊。我等下写一封军书，你派信使送到盛京去。我虽为旗主，屯田之事，还是要皇上点头才行。现在正是春耕的好时节，可别误了农时啊！这个多尔衮，他想反了不成？啊！朕让他守锦州，是让他困死锦州，他居然给朕退兵，还一退就是30里地。他想怎么样？他究竟想干什么？皇上，也许睿亲王是为了体恤下情。体恤下情？这个时候需要他大发善心吗？啊！他也不挑挑时间，不挑挑局势。这为了大半年，耗了多少精力啊！好不容易快把明军困死了，关键时候他倒好，一退就是30里，那么大的缺口，让明军把粮食都运进城去。这明军有了粮草，还怕我们困吗？再困半年、1年都不是问题。我打听整个南下的部署，在这等着呢。不拿下锦州，怎么推进呢？多尔衮，他是有意在跟朕作对，把朕的圣旨当耳边风。他究竟想干什么？他想找事儿，他也不挑挑时间。皇上，请您息怒。去，让吉尔哈朗立刻派兵赶赴锦州去换防，把多尔衮给朕换回来。朕倒要当面问问他，他有几个胆敢违抗朕的旨意？去！这兰儿，八哥不是好了吗？本来已经好了，可是不知何故，这2天又复发了。八个人呢？已经隔离了。皇上，你一定要救八阿哥，一定要救他。兰儿别着急啊，这出豆子不是什么疑难杂症，不碍事的。太医开方子了吗？禀皇上，已经在煎药了。没事的，啊。皇上，皇上，什么事？禀皇上，灵指宫的贵妃娘娘要生了。皇上，您快去贵妃那里吧。去干什么？不就是生个孩子吗？之前玉儿生9阿哥的时候，您都在兰儿这里没顾得上她，兰儿已经很愧疚了。现在灵指宫要生了，您可一定要去啊！罢了，那兰儿，你好好歇着，朕去就回。罪妃玉儿参见皇上。罪妃？何罪之有啊？我的罪，皇上之前的诏书里不都写着的吗？看你这意思，是不服朕的旨意了。罪妃不敢。不敢？
你不在宫里好好待着，跑这来干什么？我是来领旨宫看看，贵妃娘娘的接生嬷嬷到了没？若是贵妃娘娘也找不到接生嬷嬷，那可就要受苦了。朕看你是没有半点悔过之意了。你以为朕不知道是谁带人进宫来给你接生的吗？继续做你的罪妃吧。格格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好不容易见着皇上，您不好好说话，偏要对着干，您这是图什么呀？如今在他眼里，我还有尊严吗？格格，你说这些干嘛？还不赶紧给皇上赔个不是？或许皇上一高兴就恢复您的名分了。名分？苏沫儿，你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难道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吗？格格，你走不走？不走就留在这儿伺候贵妃娘娘吧。哎，格格，格格。皇上，您在看什么？永福宫那位还没有进来。啊，皇上，那奴才去看看。哎，别去了。皇上，受不了了，皇上！不就生孩子吗？怎么这么大动静？皇上，您再喝口茶，消消气吧。苏沫儿，我对皇上真的很过分吗？岂止是过分，实在是太嚣张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次次的跟自己说，我对他没有感情，他不来找我，我反倒亲近。可是有时候，我又觉得对不起他，希望他出现在我面前。苏沫儿，你说我这是怎么了？奴婢也没有谈过情，说过爱，不懂这些。没谈过？那你和多铎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什么都没有。哎，哥哥，您是不是对皇上有那么一丁点感觉？我说的是一点儿。不可能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对他有那种感觉。我知道您喜欢的是14爷。可是这么多年了，您难道对皇上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皇上，贵妃娘娘生了，我猜想，肯定又是个阿哥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恭喜皇上，贵妃娘娘给您生了11阿哥。啊！皇上，大喜呀！先前陈妃娘娘生了8阿哥，庄妃娘娘生了9阿哥，接着淑妃娘娘可一克勒氏又生了10阿哥，现在贵妃娘娘又诞下了11阿哥。哎呀，4个阿哥，争先恐后。皇上，这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吗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文采飞扬了？让皇上见笑了，奴才还不是跟在皇上身边久了，才学了一点皮毛嘛。博过尔，皇上给我们11阿哥赐了名叫博过尔，意思呢是草原上的明珠，好听吧？好听。皇上虽然不待见我，但对我们11阿哥还是很中意的，对吧？我来抱抱吧。你会抱吗？当然了。你什么时候抱过孩子？你自己又没生过，别一不小心再把我们11阿哥给拴上了。我呢也不是针对你，你别往心里去。现在除了皇上和奶娘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抱11阿哥的。这年头啊，宫里头的人心都坏了，都是些知人知面不知心的，说不定哪天有人趁我不备就对11阿哥下毒手。所以啊，我还是得提防着点儿。那倒是。哎呀，你呀也真是可怜，给别人养个女儿还死了。
我说啊，你不会打算再抱养一个吧？本来呢，我们这几宫除了皇后，都生了阿哥。按理说，皇上有空是可以去你衍庆宫里坐坐的。可现在倒好，关雎宫那个霸着皇上，你现在就是想瞅一眼他的影子都难呢。宸妃确实惹人怜，皇上喜欢也挺正常的。我说你就不知错啊？啊？你这心里就不酸呐？啊？哎，都是后宫的妃子，凭什么她就能霸着皇上啊？我呢，现在有了博果儿，也没什么心思去跟他争了，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去。倒是你想想，你现在年纪也不是很大，皇后前2年还生呢，你怎么就不行了？去争啊！我都这把年龄了，皇上还看得上吗？你不动心思，皇上当然看不上了，还以为你黄脸婆了呢。你想想看，关雎宫那个也比你年轻不了多少，凭什么他就可以？难道你想再抱一个来养啊？我看还是算了吧，我就别去丢丑了。哎，皇后倒是说让我再抱养一个。哎呦，你呀，可真是个木鱼脑袋。你说这捡来的，他能跟自个儿生养的比吗？啊？哎，八哥，你不要丢下我娘，你不要丢下我娘。八哥，皇上，你说过八哥不会有事，可是他为什么死了？冷静点。你陪我的八哥，你陪我的八哥。你们这群无用的东西，我出豆你们都治不好，养你们有什么用？八哥死了，你们都得陪葬。皇上，来人呐，这出去砍了！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了。皇上，这几位太医也曾救过皇上的性命，请皇上饶过他们吧。皇上，他们也都尽力了。兰儿，皇上，我的八哥。兰儿，都是朕不好，是朕不好啊。兰儿，都是朕不好。快起来吧，赶紧的出去。谢皇后娘娘。不关奴才的事，奴才最近没有出过宫，怎么可能染上痘呢？奴婢最近也没出过宫，奴才也没出过宫。那究竟有谁来过关雎宫？说，前些日子皇后娘娘带着九阿哥来过，那会儿我刚好走开，八阿哥哭闹，九阿哥的奶娘就顺便喂了几口奶，后来就……你是说，九阿哥的奶娘把豆过给了八阿哥？也有可能是九阿哥。那天俩孩子一起玩，有的孩子明明过了豆，要迟一些日子才发，也有自行消除的。皇上，我也只是猜测。九阿哥，又是永福宫那个主，又是他永福宫。哥哥，您可算好起来了？前2天病得不轻，可把我给吓坏了。苏沫儿，我没事的。太医说了，您是月子里落下的病根儿。那个静思宫又听说啊，八阿哥死了，皇上要拉九阿哥赔款呢。皇上也太狠心了，一个阿哥死了，还要另一个阿哥的命。皇上的阿哥多着呢，最疼的是八阿哥，那可是未来的皇太子。哎呀，就是你说这事儿，还真不知道。你们说什么？九阿哥怎么了？奴才也是听说的。
你刚才说九阿哥怎么了？奴才也是听说的。九阿哥到底怎么了？你快说呀！哥哥，您别激动。是关牛宫的八阿哥死了。啊，八阿哥死了？怎么可能？前段时间还好好的。有人传是九阿哥克死了八阿哥，皇上特别伤心，要九阿哥陪葬。奴才也是听说的。哥哥，带走。慢着。皇后娘娘。你们干什么？皇后娘娘，奴才奉皇上之命，准备处死九阿哥的奶娘秀姑啊！你说什么？皇后娘娘救命啊！他们说是我把豆过给了八阿哥，冤枉啊！放了他吧。皇后娘娘，这是皇上的旨意呀。我是皇后，是清宁宫的主子。是朕的旨意。皇上，您可不能因为心疼，不能因为悲伤，把自己整个人都搞糊涂了。秀姑她是九阿哥的奶娘，跟八阿哥没有关系啊。八阿哥就是喝了他的奶才犯的病。如果秀姑真的有病的话，那九阿哥早就该犯病了。现在九阿哥还好好的呀。2个奶娘都要处死，这样才能对死去的八阿哥有个交代。秀姑不能死，要是秀姑死了的话，九阿哥怎么办？朕还没追究他呢。说不定就是他克死的八阿哥。皇上，这种鬼话您都相信啊？您不能为了八阿哥就这样对九阿哥。九阿哥他同样是您的儿子啊！德禄在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吞下去！娘娘，救命啊！娘娘，九阿哥，我的儿子，哥哥，九阿哥，额娘来救你了。有额娘在，谁也不能伤害你的。放肆！德禄，传旨。为保宫中安全，把九阿哥隔离，由宫女看待，任何人等，包括皇后，不许接触。不，九阿哥是我的儿子，你们谁也不能抢走他。皇上，玉儿求您了，让九阿哥回到我的身边吧。九阿哥要是有事，那玉儿也不活了。住嘴！德禄在，带走。不，你们要逼死我的儿子，我不会让你们如愿的。要死，我们娘俩一起死。反了你！来人，把他拖到静思宫，好好反省。皇上，哥哥，您就喝一口吧，您都2天没吃东西了。是我对不住九阿哥，哥哥，您就别难过了。是我对不住九阿哥，怎么会有我这样的额娘呢？玉儿，玉儿，姑姑，玉儿，九阿哥他，姑姑，九阿哥怎么样了？九阿哥没事，你放心吧。嬷嬷每天给他喂奶，我也每天去看他。姑姑，求求你，求求你让我见一眼九阿哥吧。让我见见我的儿子吧，见不到他，我的心都碎了。姑姑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。哥哥，玉儿，玉儿，玉儿，你别这样，你就听皇后的话，把身子养好。额吉就住在九阿哥隔壁的房间里，你放心，有额吉在，有皇后在，他们不会把他怎么样的。玉儿，你快起来。来，九阿哥，我的九阿哥。皇上，我的八阿哥走了，八阿哥不要他的额娘了。兰儿，你振作点，振作点啊！八阿哥，皇上。都怪你！当初我求你不要杀灵芷宫的那个宫女，你偏要杀。现在好了，他来索命了。八阿哥出生的时候见了他的血光，他现在变成厉鬼来索命了。皇上，都怪你啊，皇上！好了，都怪朕，
都是朕不好啊！兰儿，兰儿，别那么难过好吗？我只要我的8个，我只要我的8个。皇上，我们都还没有给他取名字啊，皇上。8个是未来的皇太子，朕现在就追赐他为皇太子，他永远都是朕的皇太子。皇阿玛，什么事？皇阿玛，这是几位大臣弹劾多尔衮的奏章。密谋与左大寿谋反，可有证据？皇阿玛，这是济尔哈朗截获的一封密信。这是祖大寿写给多尔衮的。祖大寿没有想到，他的信是刚出发，济尔哈朗就到军营换防了。在这封信里，祖大寿感谢多尔衮守约退兵，并且还表示，如果多尔衮登上皇位，明朝愿与大清化干戈为玉帛，永结兄弟之邦。原来他另有目的。皇阿玛，您找多尔衮回来，万一他趁机带着正白旗杀入京城，再联合多铎的镶白旗内应外合，那可就糟了。你的正蓝旗，给朕密切盯住镶白旗，若有异动，立刻围剿。这，朕就不信，京城有2黄旗和正蓝旗3旗在，他多尔衮能翻得了天？格格，你好歹吃一口吧。舅阿哥不出来，我就不吃。格格，您这是何苦啊？龙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来的正好，快劝劝格格吧。格格都2天没吃东西了。娘娘，您这样可不行啊，您得保重身体啊。龙哥，是不是有什么事了？龙哥，多尔衮出什么事了吗？娘娘聪慧，十四爷奉旨班师回朝，这2日就要到了。班师？锦州拿下了吗？听说锦州久攻不下，十四爷退兵30里，皇上震怒，临阵换帅，派济尔哈朗去换防了。八阿哥刚夭亡，皇上心情不好，他这个时候班师，肯定会惹麻烦的。是啊，朝内多位大臣弹劾十四爷勾结祖大寿，意图谋反。皇上在朝会的时候也指责十四爷擅自退兵，抗旨不遵，说要严办。勾结祖大寿谋反，这不可能啊！可是皇上似乎要借机惩治十四爷。哥哥，你快想个办法救救十四爷吧！未经之计，只有硬碰硬了。硬碰硬，一味的退让，就如同待宰的羔羊。现在是该亮剑的时候了。哥哥，您什么意思啊？您的意思是，让十四爷展示自己的实力，让皇上不敢贸然对付他。不错。大清满洲8旗，各旗只会听各旗旗主的命令。皇上虽然贵为天子，也不能直接调遣或者命令他们。而多尔衮的正白旗现在是大清最精锐的军队，多铎的镶白旗其次，
两白旗同根连生，早已具备了逐鹿天下的实力。娘娘，您的意思是？龙哥，您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多尔衮造反的。我的意思是时候让皇上看一看多尔衮的实力，也让皇上有所忌惮了。如此一来，皇上想要惩治14爷，必然会有所顾虑。可是，娘娘，怕是皇上丢了颜面，更加震怒，这两虎相争，必有一伤啊！皇上不会因小失大的，他志在中原，还需要多尔衮替他打天下的。现在要是杀了多尔衮，就会把大清陷于内讧之中。皇上会权衡轻重的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瑞亲王从锦州赶回来了，现在已经到了西郊凤仪亭。备驾。这。皇上，瑞亲王来了。属托，在。传令，周。正白旗攻无不克。正白旗攻无不克。瑞亲王战无不胜。瑞亲王战无不胜。正白旗攻无不克。正白旗攻无不克。瑞亲王战无不胜。瑞亲王战无不胜。久闻瑞亲王的正白旗威震天下，今日得见，果然大开眼界啊！听说玉亲王的镶白旗也不相上下，若是两白旗并肩作战，那才是天下无敌呀！李亲王，令郎跟着瑞亲王果然威风了不少啊！听说你还让七公子满达海给瑞亲王做了贴身侍卫。怎么没见到他呀？范大学士言重了，我只不过是让小儿跟着瑞亲王历练历练啊。有什么不妥之处，还望范大学士多多指教啊。臣，正白旗旗主瑞亲王多尔衮奉旨班师回朝，请皇上示下。多尔衮，见了皇上还不跪拜？皇上，多尔衮盔甲在身，不便行跪拜大礼，请皇上恕罪。多尔衮，你大胆！豪哥，你也是带过兵的人，难道戒纣之事不拜的道理你不知道吗？什么？汉文帝视察周亚夫的军营，周亚夫只行军礼。汉文帝非但没有怪罪，反而抚慰周亚夫。正是因为君王的信任授权给将军，遂使周亚夫成为一代名将，为国鞠躬尽瘁。况且，今天皇上穿的也是盔甲，多尔衮只行军礼，不算失仪吧？豪哥，退下。
德禄，在。传朕的旨意，正白旗将士退后10里待命。这，皇上有旨，正白旗将士后退10里待命。皇上有旨，正白旗将士后退10里待命。皇上，请皇上恕罪，军中只闻将军之命，不闻天子之诏。传令，后退1里。说。对。好一个军中只闻将军之令，不闻天子之诏。十四弟，你越来越让朕刮目相看了。大清有你这样的统帅和将领，何愁天下不定，大明不灭呀？德禄，在。拿酒来。这。皇上。十四弟，一路辛苦了，这杯酒算是给你接风。谢皇上。十四弟真是豪迈呀！哥哥，哥哥，苏沫儿，情况如何？多尔衮怎么样？他没事。刚刚龙哥说了，今天14爷可威风了。一向都是臣子在皇上面前敢怒不敢言，今儿倒过来了，皇上在14爷面前敢怒不敢言。快坐下来跟我说。坐。今天早上14爷可威风了，听龙哥讲啊，那会儿皇上……多尔衮，朕看你翅膀真的是硬了，恐怕你是忘了是朕给你的一切。朕也可以收回这一切，别以为朕不敢杀你。进来也不知道敲门，以后端茶送水这种活儿，交给德禄干就好了。皇上，这段时间您一直在关居宫，我有了事情也没法跟您商量，所以就只好上这儿来找您了。什么事？九阿哥马上就要满周岁了，他现在身体也好好的，应该可以解除隔离了。还有，按例要给他办个周岁宴，所以我想……哲，亏你还是皇后，亏你还是后宫之长，你是故意跟朕过不去呢，还是存心给朕找茬？皇上，你别忘了，八阿哥的丧期还没过呢。可是给皇子办满周宴，这是先帝在的时候就定下的规矩啊。难道你忘了朕已经追封八阿哥为皇太子了吗？他的名字叫皇太子。皇上，可是……可什么事？皇上，你是嫌朕不够窝心呢，还是嫌你清宁宫住院了？你要是住院了，跟朕知会一声，
正好给你挪地儿。皇上，朕焦头烂额，啊，烦心的事还不够多吗？你还来给朕添乱！要不是看在20多年夫妻的情面上，你一次次惹恼朕，朕早就忍无可忍了。皇上，混账，都是混账！哎呀，多尔衮啊，你今天可真威风啊！吓得那皇太极脸都变了，很解气啊。是啊，哥，今天我差点都不认识你了。哎，多尔衮，你这个也不提前通个气呀？我还以为你要杀了皇太极，自己当皇帝呢。你一天到晚就想着杀皇太极，你以为杀了他，我们就可以上位了吗？怎么不可以啊？那外面的大臣都在说，如今两白旗可是天下第一啊，杀他何难？谁敢不服？阿基哥，你给我记住，以后这种话在外面坚决不能说。大清初立，明朝的根基还没有动摇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有什么妄想。我们搞内讧，岂不是让明朝有机可乘？那你这一出演的是何意呀？其实这都是玉儿的计谋。玉姐姐？什么？大玉儿？这不可能吧？那大玉儿可是他皇太极的女人，她怎么会帮你去对付自己的男人呢？你不知道，玉姐姐一直站在我哥这边。皇太极那个狗东西，让玉姐姐受了那么多苦，如今又让他们母子分离。要不是玉姐姐拦着我，我恨不得一刀宰了她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我提醒你们啊，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呐，你们两个可不要被她给骗了啊！不会的，要不是玉儿出这个主意，我早就被皇太极抓起来了。哥，刚才皇太极不敢对你怎么样，你说他会不会恼羞成怒，秋后算账？那就让他来吧，别把我逼急了。这是真的，姑姑。啊，玉儿，你怎么脸色不太好？怎么样？是不是九阿哥出事了？没有，坐下说。玉儿，九阿哥他挺好的，你别紧张，没什么事。只是皇上他变了。姑姑，您跟皇上吵架了？我想，九阿哥快满周岁了，身体现在也挺好的。我想让他回清宁宫，给他办个周岁宴会，再借机求他把你呀给放出来。可是皇上说，八阿哥的丧期未过，驳了我的请求。唉，现在皇上已经追封八阿哥为皇太子，还赐给他皇太子的名字，你说这不荒唐吗？姑姑，您别难过，只要九阿哥平平安安的，我就知足了。还办什么周岁宴啊？他居然还说，如果我不想住在清宁宫的话，他就给我挪个地方。啊？不会吧，华后娘娘，您和皇上感情这么好，他怎么会这样说呢？这是他亲口说的。我看他呀，现在是嫌弃我了，想让海兰珠做皇后。姑姑，您别多想，就算皇上有此心，姐姐也不会造次的。格格，您怎么老替关雎宫的那位说话呢？他害您害得还不够惨啊！苏沫儿，我不会看错人的，你们都误会姐姐了。是啊，海兰珠是不会，可是皇上现在把气撒到你我的身上来了。他更是因为多尔衮给了他意想不到的震撼。是，皇上从西郊回来的时候，在书房里大发脾气，还对多尔衮起了杀心。这是我亲耳听到的，我就是怕他一时冲动，做出昏庸之事啊。玉儿怎么办？我现在是一点主意都没有了，你快想想办法。
皇上真的要杀多尔衮吗？这事情要是再闹下去的话，非出大事不可。皇上他现在是气糊涂了，八阿哥一死，再加上多尔衮这么一闹，我怕他急火攻心呢。多尔衮的锋芒已经让皇上没有安全感了，他深得军心，更是让他不安。这两个男人终究是要冒上劲儿的。那怎么办呀？总得想想办法吧。咱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两个兄弟就这样闹下去吧。姑姑，多尔衮一退再退，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就算他现在服软，皇上也不会饶他的。现在只有劝皇上本人了。你说怎么劝呢？皇上他现在连我的话都听不进去了。让范先生劝吧。皇上现在头脑不清楚，只有范先生才能把他从悬崖的边上给拉回来。苏沫儿，庄妃娘娘的身体怎么一直不见好啊？还不是上次那件事给吓的。本来月子里就落下了病根儿，一直也没有好好的医治，加上九阿哥的事，格格想九阿哥都快想疯了。再这么下去，就是再强的身子也顶不住啊。这可怎么办呢？皇上也一直不松口。还好这2年有皇后娘娘在照顾，要不然这日子……苏沫儿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姑姑，我求求你，你想想办法，就让我见一眼九阿哥。我想的，我是真的很想他，见不到他，我整个人都快撑不下去了。玉儿，你放心，九阿哥他没事的。姑姑，九阿哥是不是也出痘了？没有，你别胡思乱想。等皇上消了气，我就把九阿哥接回清宁宫，然后再抱过来给你看看。我的孩子，玉儿，你相信我，姑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做到的。谢谢姑姑。多尔衮自视功高，眼里没朕这个皇上了。若不杀他，就等着他反了。皇上息怒，您要是杀了他，那2白旗，他们还敢造反？皇上，您现在还不能杀他，您还需要他为您打天下呢。哼，朕一大堆兄弟死时，朕就不信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替代他。皇上，当以大局为重，在现在这节骨眼上，千万不可动怒。要是让明朝知道您杀了多尔衮，就像当初我们看见崇祯杀了袁崇焕一样，那是亲者痛，仇者快的事啊！皇上，您是成大业者，当有大的胸怀。睿亲王估计是听到了您要处罚他的风声，所以才斗胆冒犯您。您也听见了，他退兵30里的理由是为了体恤将士。他既然树立了仁慈体恤的声望，您就更不能杀他了。不然，您想想，他是仁慈，您成什么了？他这是在将朕。皇上，睿亲王是您一手带出来的，他多少对您还是有所敬畏的。我想，只要他那边退一步忍一忍，您这边也退一步，毕竟是兄弟俩，有什么过节是过不去的呢？朕不是恨这个过节，朕只是怕他野心长了。若不杀他，他迟早会谋反的。皇上，如果您真要是把他逼急了，本来没有反心，那说不定也要反了。所以朕要先下手为强，不狠心成不了大业。皇上三思啊！记得当初皇上您即位的时候，就有一些流言。您若在这个时候杀了睿亲王，
会不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了把柄，说皇上您这是心虚了，反而应了那些流言？皇上，听臣一劝，不杀多尔衮，比杀了他对皇上更有利。当然了，也不能由着他的性子胡来，相信皇上会恩威并重的。多尔衮，多尔衮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呀，多尔衮，你没事吧？十四叔，多尔衮他到底怎么了？十四叔的腿伤犯了，攻打锦州的时候就差点丧命。营地条件差，他的腿伤就一直没有治好，每天晚上都疼得直打滚。他天天晚上疼成这样，怎么受得了啊？满大海，你快去请太医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都要把多尔衮的腿伤治好。好。多尔衮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会疼成这样呢？今日早朝，睿亲王为什么没来？禀皇上，睿亲王昨晚沉伤发作，太医给他开了刀，需要在床上静养，特告假，今日无法上朝。躺床上静养？我看是自知有罪，吓破了胆，才躲在家里当缩头乌龟的吧？豪哥，你说话要有点良心。当初要不是你不敢换防，睿亲王不至于在外孤军奋战9个月。你知不知道，他昨天晚上差点被截肢了？那又怎么样？从太祖至今，阵亡伤残的亲王辈了多了去了。要真瘸了，那就成独腿王了。他在我大清，就更显眼了。豪哥，你说什么？苏亲王，你别在那幸灾乐祸了。睿亲王死守锦州城，他付出了多大代价，你知道吗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胡说八道？够了，皇阿玛，睿亲王这是故意跟您对着干，他是故意找借口不来上朝的。豪哥，你要是再敢妄言一句，信不信我对你不客气？你想怎么样啊？等会儿下了朝，睁开你的狗眼，自己看看。我哥的腿伤有多严重？昨天还能走的，怎么偏偏今天就不能走了？我看是不是你哥他自己弄的，演苦肉计给皇上看的吧？你把2个藐视朝堂的混账给我拖下去！皇上息怒啊！皇上，臣弟并非有意，刚才肃亲王污蔑睿亲王，臣弟实在听不下去了。德禄。在。宣旨。这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睿亲王违反军令，擅自撤围，致使锦州之围功亏一篑，为严肃军纪，严惩不能防塞之罪，现免去其征剿锦州总指挥之职，削夺和硕睿亲王封号，降为郡王，罚银1万两，夺2牛鹿户口，亲。哥，看来皇太极这次是真的对你动刀了。削我爵位不要紧，我怕他接下来很快就要夺我的正白旗了。等他夺走了军权，他把我踩在脚下，碾死我，就像碾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。十四叔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退都没有退路了，你说还能怎么办？他以为我是阿敏和莽古尔泰呢。皇太极，上次在西郊给了你颜色看，你还不长记性。皇阿玛，你为什么心慈手软，不置他于死地呢？哪怕不致死，也要夺回他的正白旗呀！这10年，正白旗在多尔衮手里，已经被调教成8旗中最强的劲旅。在西郊你也看到了，他们对多尔衮忠心耿耿。今天朕若是强取，
反而是个烫手的山芋。皇阿玛，郑白旗既然这么强悍，你就不怕他造反吗？哼，那就让他造反。他们要有这个胆儿，朕就有这个耐心。浩哥，在。紧盯多尔衮三兄弟，还有那个树兔，若有异动，立即禀报。只要他们敢妄动，朕就一网打尽。这，兰儿，朕陪你去御花园走走。娘娘，喝点粥吧。放着吧。兰儿，你多少吃一点嘛，啊？皇上，我吃不下。你这样下去，身子哪扛得住？朕已经失去了皇太子，不能再失去你了。皇上，你就让姑姑把九阿哥接回去吧。八阿哥承蒙皇上宠爱，被赐为皇太子。可九阿哥到现在连名字都还没有取呢，周岁宴也取消了。兰儿心中实在是有愧呀。这跟你没有关系，这是朕的主意。皇上，宫里的人会认为是我的主意，他们会觉得我迷惑了皇上，厚此薄彼。所以，为了兰儿，您就赶紧给九阿哥取个名吧，让姑姑早点把九阿哥接回宫吧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替别人着想？好，朕答应你，不过你也得答应朕，得吃东西。多谢皇上成全。哥哥，哥哥，好消息！皇后把九阿哥接回清宁宫了，真的。云哥托小顺子传来的消息，千真万确。九阿哥，你可把额娘给担心死了。皇上还给九阿哥赐了名呢。哥哥，你猜九阿哥叫什么？别给我卖关子了，快告诉我，我的九阿哥叫什么名字？九阿哥叫福临。福临，多好的名字啊！福临，福气降临。皇上给九阿哥起这个名字，证明皇上对九阿哥寄予厚望呢。什么厚望？我只要九阿哥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，我就知足了。福临，福临。吴公公，这是皇后娘娘赏给你们俩的银子。你们俩日夜守着静思宫，够辛苦的。皇后娘娘另外还赏了你们一桌酒菜，就在御膳房，你们俩去吧。御膳房？皇后娘娘是要请我和小顺子去吃饭啊！吴公公，这是做梦吗？做什么梦啊？这可是皇后娘娘身边的人，不会哄咱们的。可是皇上让咱们日夜守着呀。皇上和皇后娘娘还不都是一家的呀？走啊！哎，吴公公，钥匙，等会儿皇后娘娘要是回来，您可把这钥匙收好了，这上面可记着我的脑袋。公公放心。哈哈。哎呀！九九，朕问你，谁让你把福临带到静思宫来的？你几次三番违背朕的命令？苏沫儿，怎么了？静思宫来，哥哥，没什么，您快进屋吧，别招了风。把他也带来。哥哥，您别过去啊！哥哥，令
你眼里没有朕这个皇帝？皇上，您怎么就那么狠心呢？玉儿她生下了九阿哥，九阿哥他是玉儿的儿子，玉儿就是想看一眼他。不行，他咎由自取，谁敢违背朕的禁令，朕绝不轻饶。儿子，我的儿子，开门！哥哥，开门呐！皇上，我求您了，让玉儿她看一眼九阿哥好吗？他不仅是玉儿的儿子，也是您的儿子啊，皇上。他是朕的儿子吗？哥哥，九阿哥，他当然是他孩子，他不是您的儿子，是谁的儿子？开门！只有里边的那个人清楚，他到底是不是我儿子。皇上，开门！快开门！哥哥，儿子在。皇上，你们放开傅离！皇上，儿子，不许伤害他！谁让你出来的？谁让你出来的？这是我的儿子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。皇上，你要处死就处死我们吧，让我和傅雷死在一起。死到临头还不悔改是吗？好，那朕就成全你们。皇上，哲哲，今天都是你惹的祸，为了他们，你一次一次触犯朕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皇上，我求求您清醒一点好不好？这是您的妃子，这是您的儿子，您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地对待他们呢？放肆！他有这妃子的样子吗？难道你要让我像淑妃那样吗？马玉被您逼死了都不敢言声。我是人，不是无情无义的畜生。哥哥，玉儿，你是人，朕也是人。好，你让朕痛不欲生，朕让你痛苦一辈子。德禄在，把福临给朕逐出宫外，贬为庶人，让他们母子永世不得相见。记住，你要再敢踏出进四宫一步，格杀勿论。还有你，再敢来进四宫，休怪朕不客气。皇上，皇上，我的孩子！娘娘，你给奴才吧。哎，娘娘，来，给奴才吧，给奴才吧，娘娘，来，给奴才吧，啊！哎，皇上，你放人吧！请皇上三思，请皇上三思啊！朕意已决，废除皇后，立关雎公陈妃为正宫。皇上，这不可呀！皇上，这万万不可呀！皇上，皇后贤良淑德，雍容端庄，乃先帝在时就册封的大福晋，不能废呀！是啊，皇上。皇后娘娘这些年来打理后宫，忧您所忧，温良贤淑，母仪天下，被万民所爱戴，万万不可轻废呀！你们就别费口舌了，朕已经决定了。兰儿，快起来！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皇上，如果您决意要废皇后，我就长跪不起。你这身子……皇上，我知道您失去了8阿哥，内心痛苦无比。我也和您一样感同身受。可是，如果您因此迁怒于皇后，迁怒玉儿和9阿哥，那我海兰珠就真的成为罪人了。你怎么会说到自己身上去？我今生有幸能够得到皇上的眷爱，感到无比珍惜。是8阿哥福薄，早早夭折了。是我这个做额娘的积德不够，不关任何人的事。皇上，我
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孩子，我求您体谅我，爱惜我，不要再给我压力了。正是因为朕体谅你、爱惜你，才把皇后的位置给你，恩宠都给你，弥补你心中的痛啊！不要，我不要皇后的封号。我海兰中有自知之明，才浅德薄，背不起这样的重任。我不想受天下人的责骂。我已经失去了8阿哥，我不想再承受这无妄之灾，被人指责。谁敢指责你？谁敢呢？天下人会指责，百姓会指责的。他们会说我红颜祸水，会说我功于心计，独断恩宠。皇上，我只想做一个简单的女人，我不想被唾骂，不想要重任，我只想安安静静的生活，在这后宫奢望过一个普通女人的生活。有皇上您的爱，对我而言就已经足够了。皇上，求求您了，不要把我推到风口浪尖，别让我承受天下的责骂，好吗？多谢皇上。哥哥，哥哥，皇上为什么要废掉皇后？我不知道。八嫂一向仁慈大方、端庄贤惠，哪里做错了？哪里对不起她了？皇上现在居然要拿她开刀，一定是宫里又出了什么事。瑞王爷，参见14王爷、15王爷。云哥，你怎么来了？皇后娘娘怎么样？皇后娘娘没事儿，她托我来拜托你一件事儿。你说，能办到的，我一定帮你办。九阿哥让皇上逐出皇宫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瑞王爷，您别着急，这是九阿哥在宫外的地址。福林，儿子，儿子，哥哥，儿子，哥哥，啊，哥哥，福林，多尔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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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14爷，嘘，您快去看看格格吧。玉儿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我是多尔衮。多尔衮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病成这个样子了？皇太极怎么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了？玉儿，这还是我的玉儿吗？多尔衮，你别难过，你能来看我，我就很知足了。这都是我的命。我不许你再受命，这不该是我们的命。
我不要一辈子都活在痛中，更不愿意一辈子都被他踩在脚下。玉儿，为了你，我决计不再隐忍，哪怕我拼下一生的力气，都要把你夺回来。你要做什么？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一辈子被囚禁在这冷宫中，直到断气。我不能看着你永远见不到福临，从此母子天涯相隔一生。多尔衮，我的福临。你看看皇太极已经把我们逼到什么地步了，玉儿，你以为一味的隐忍着、退缩着有用吗？我们失去的、付出的、承受的还不够多吗？可是我怕，我真的好怕。玉儿，你不要怕，哪怕天塌下来，也有我在上头顶着。多尔衮，别为我干傻事，我不想让你跟他反目。玉儿，皇太极已经把我们逼得没有退路了，你或是病死，或是老死，就在这冷宫里。而我若再一味的隐忍下去，阿敏和莽古尔泰就是我的下场。皇太极是不会对我们手软的。可是我们会成为大清的罪人。什么罪人不罪人，留给后人去评说吧。我们不是神，我们不是圣人，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凡人呐。我们连活都活不了了，还去管天下干什么？玉儿，你就告诉我一句话，你想不想见到你的儿子？想不想见到福临？多尔衮，我想见到福临。相信我，我一定让你见到他。多多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箱外旗没有问题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嗯。寿托，你都想清楚了吗？我想清楚了，十四叔，我哥就是被皇太极打压，一气之下才病故的。现在镶红旗的兵权在我手上，我愿意跟着您出生入死。还有我，200骑是8骑中最精锐的部队，现在再加上你们镶红旗，我们就有3骑在手。皇太极想以多压少，没那么容易。他别忘了，我的正白旗可是身经百战，在血与火的淬炼中练出来的。哥，你放心，我们会牢牢站在你身边。要活，就扬眉吐气的活；要死，也一起死。皇太极，不是我不义，是你不仁在先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多尔衮，你早就该听我的劝，动手了。就这么决定了。月圆之夜，3旗会合，凤仪亭起兵。皇阿玛，皇阿玛，大事不好了！多尔衮，他跟多铎准备内应外合，造反了。还有寿托、满大海。报！郑亲王，皇上命令您带着镶蓝旗精锐部队火速赶回盛京。好，我即刻动身。这，明天一早，多尔衮和多铎来上朝的时候，你们在大清门一举把他们拿下。这，皇阿玛，要是他们不来呢？不来就让两黄旗包围瑞王府和裕王府，让多尔衮和多铎插翅难飞。豪哥，在。你要给朕控制住硕图，还有满达海，在大清门外就动手，绝不能让他们跟多尔衮兄弟碰面。
朕把他们一个个都养壮了，竟然敢反朕了。别怪朕手狠，朕是得让他们明白，谋反的代价是什么。吉尔哈朗，臣在。朕把2黄旗都给你，你明天给朕控制住凤仪亭，凡是往那边集合的2白旗士兵，设埋伏切断，格杀勿论。这。多尔衮，明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事情有些不对。我怎么觉得皇太极已经有所觉察了？必须提前行动，就定在今夜子时吧。为防万一，在入夜之前，你们必须要表现得跟平常一模一样。明白。明白。也许大清的历史今晚就要改写了。皇上，前线紧急军报。龙哥，陪朕去趟太庙。走。你在外面守着，任何人不许进来。朕想一个人待会儿。走。列祖列宗在上，子孙皇太极多有不祥。为大清，为祖宗基业，这10几年来，我克勤克俭，攻心守护。可今天遇到了最为棘手的难题，我很茫然，甚至有些恐惧。我怕我做出来的抉择会毁了大清整个基业。列祖列宗，请告诉我该怎么办。多尔衮要起兵谋反，而这2日，明朝为了不丢掉辽西，调集清朝精兵10几万大军，赶赴小凌河。我是该先解决多尔衮，平定内乱，再战明军，还是先战明军，再对付我那要逆谋造反的弟弟？龙哥，皇上，立刻去一趟瑞郡王府，请瑞郡王到静思宫用晚膳，我要请他喝酒。记住，请他务必要到。走。
今晚你不能去。皇太极设了鸿门宴，以玉姐姐为诱饵，一举将你拿下。哥，你今晚就要起兵了，你想想，怎么会这么巧？皇太极在今晚设宴，而且还在玉姐姐的冷宫里，难道这意思还不够明白吗？你这么一去，不是自投罗网吗？是啊，十四叔，你千万不能去。郑白旗的侍卫进不了宫，你自己孤身前去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哥，你听我的，今晚忘了玉姐姐，多想想额娘，多想想两白旗，多想想我们的出路。哥，这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你的，等拿下江山，玉姐姐自然也是你的，不在乎今天晚上。多多，他这是拿玉儿来威胁我。如果今晚我不去，就可能永远见不到玉儿了。我跟玉儿的事，皇太极早就知道，你明白吗？玉儿是因为我才被罚入新者库，才被打入冷宫。皇太极恨我，所以他也会以同样的恨来对待玉儿。你想想，皇太极今夜在静思宫候着我，我不去，我去凤仪亭起兵，那玉儿会怎么样？如果玉儿不在这个世上了，我要这个江山有什么用？我登上这个皇位有什么用？是他让我硬着头皮闯过了这10几年的腥风血雨，是他支撑着我，让我在无限的孤独、无限的痛苦中挣扎着活下来。是他劈开宫廷朝堂的阴谋诡计、残忍险恶，给了我一丝丝的温暖希望。没有了他，我就是一个行尸走肉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可你这样去，不是白白送死吗？哪怕死，我也要跟玉儿死在一起。多多，你知道吗？10几年前，这就是我跟她的梦想。我和你玉姐姐这一辈子，如果真能死在一起，都是个奢侈的愿望。哥，你的心情我全都理解，可你真的要为了玉姐姐抛下我们吗？我还有寿托，还有两白旗向后几年将士，你都不管了吗？多多，听哥的话，皇太极要对付的是我，他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。你们记着，如果在子夜之前我没有回来的话，你们全都按兵不动，记住没有？千万不要再去凤仪亭，务必保住自己。哥，该说的都说了，梳理打扮一下吧，多尔衮快到了。哥哥，
瑞王爷，请。娘娘，请禀报皇上，瑞王爷来了。臣弟参见皇上。来了，14弟。八哥请我喝酒，我怎么敢不来？你跟庄妃也好久没见了吧？庄妃娘娘瘦多了，还是14弟细心呢。朕的妃子，朕都没瞧出来是胖了还是瘦了，倒是14弟怜香惜玉，一眼就瞧出来了。好久没一起喝酒了，今天咱俩喝个痛快。八哥好酒量，臣弟一定奉陪。走。这是30年佳酿，是傅寒在时从建州老家运来的。能不能喝出老家的味道来？好酒。哎，怎么朕杯中的酒比瑞王爷的酒少啊？再加点。这还差不多。朕虽比瑞王爷年长一些，可这酒量是一点儿不差呀。八哥又说笑了，臣弟一直是八哥的小跟班儿。小跟班也有骨头长硬的时候，不管骨头长得多硬，也别把老大不当回事儿。俗话说，行有行规，道有道规，江湖也有江湖的帮规。古往今来，这些规矩都立在那儿的。别以为规矩立在那儿只是摆摆样子。要是哪个小跟班自以为骨头长硬了，不把老大放在眼里了，想逞强，你知道，后果往往都是很惨的。14弟，你说是不是？14爷，君命难违，但愿你有惊无险。瑞王爷，有人给你送了一封信，可是送错了，送到朕这儿来了。现在还给你。怎么，也不打开来看看？怎样？这信的分量不轻吧？这种离间之计，也太愚蠢了吧！若是连这个都相信，不是比祖大寿还蠢吗？
14弟真是成大器了，能够做到处变不惊了。没错，真要是相信了，这信你还能看得到吗？郑飞，给瑞王爷倒酒。也给朕倒上。郑飞，今天瑞王爷能到这里来喝酒，可都是买了你的面子。你还不敬瑞王爷一杯？敬瑞王爷。谢庄妃娘娘。好酒好菜，3个人用膳，怎么就朕一个人说话呀？行，朕说就朕说，朕给你们讲个故事，讲个故事给你们听，解解闷儿。这第一个故事，庄妃最熟悉了。郑伯克断鱼烟，怎么样？你还记得吧？要不你来讲。皇上，您喝多了吧？朕怎么会喝多呢？朕这酒量，300杯都不会醉。好了，你别给朕打岔，朕来讲故事。说是春秋时期，郑国国王有个弟弟叫叔段。这个弟弟非常聪明，可是很不省心，一心就想着怎么谋权篡位。当哥哥的呢，其实都知道，但是没点破，任弟弟瞎闹。这弟弟聪明过了头，以为哥哥的宽容是哥哥笨蛋，变本加厉。终于有一天，起兵造反。可是没折腾几下呢，就被当哥哥的给收拾了。你们说这个故事好不好笑啊？你怎么不笑啊？有什么好笑的？不过是手足相残的故事。哦，看来14弟是喜欢听温柔一点的故事。好，那朕再说一个。说是南北朝的时候，有一个姓高的王爷，他呢看上了自己的皇嫂。八哥，怎么了？你不是喜欢听温柔动人的故事吗？臣弟今天这酒喝的也差不多了，我想先回去了。都儿滚！朕才刚刚讲故事，14弟就这么没耐心了。八哥也别喝太多了，明天还要上早朝，早点歇息吧。朕正喝得起劲儿呢，14弟就这么想扫兴。瑞王爷，再喝一杯吧。难得八哥这么有兴致，好，那就陪八哥再喝几杯。
叫声冲，木马拼来去，拼来去。从前有缘一